重生了，回到被认回宫这一天，我本东宫嫡长女却被他们当作灾星，从小流落在外。我费尽心思讨好他们，最终却被他们折磨致死。我也是你的孩子，简直错得离谱。穿得破破烂烂，皇家的脸面也是你能糟蹋的。我在外流亡18年，这也是我能拿出的最体面的衣裳。入京做菜，我生你一场，现在倒像是我欠你的了。父皇，他本与我东宫无缘，如今又来想要攀高枝，只怕是来者不善啊。父皇，他命格克东宫，万万不能让他进府。皇祖父，宋时欢在外面流落18年，抛头露脸，有没有坏习性还不知道，不如送去皇觉寺养着，最稳妥。皇觉寺那不是关罪人的地方吗？他何罪之有啊？你怎么不替自己说句话？我不想搬进东宫。哦，为什么？君子不夺人所爱，也不强人所难。我不想坏了东宫的日子。你读过书？读过一点。饿得没饭吃时，我就爬上私塾园墙偷听夫子讲课。真是难得啊！是啊。皇祖父，孙女流落在外，没能承欢膝下，心里实在愧疚。求你宽恕孙女不孝。朕听闻你在民间18年，流离失所，却能自学成才，品行端方，难得。更难得的是，你这双眼睛像极了你先皇祖母元后。是皇家亏欠你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？皇祖父许你一个心愿。求皇祖父允孙女换个父亲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父皇，这丫头目无尊长，日后必成大患。父皇，当年儿媳10月怀胎，生她时差点没命。她自幼被贼人掳走，儿媳悲痛欲绝，如今找回来却如此行事，传出去天下人会怎么说？娘亲，别为了这个贱人伤心，她置我于何地，置皇家颜面于何地？太子妃娘娘，我若求皇祖父让我进东宫，您愿意吗？您不愿，强扭的瓜不甜，那我去。可我就该去皇觉寺吗？今天是我头一回见您，我穿的破，是因为没钱买衣裳；我面黄肌瘦，是因为从来吃不饱。可我没怨过谁，也没走歪路。我拼命读书识字，就因为我身上流着你们的血，我就活该去皇觉寺那种关罪人的地方吗？你顶撞长辈是要治罪的。我没逼您认我这个女儿，求皇祖父让我换个爹，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活路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您这么讨厌我？你错就错在命不好，你跟东宫八字相冲，你我没这个母女缘分。皇祖父，太子妃娘娘说的不错，孙女不能认，孙女从来不认命，要是认命，早死800回了。太子妃，你这话糊涂，他有什么错？是你们亏欠他。你不让他进东宫，又不许他另寻依靠，是要逼他去皇觉寺。别忘了，宋时欢也是朕的骨血。父皇息怒，儿臣知错，这就让人给宋时欢收拾院子。朕不敢再把他交给你。朕金口玉言，允你心愿。这是齐王、楚王，还有长子秦王，你挑一个，过继的事朕亲自办。皇祖父，孙女选他。
朕的老脸都被这混账丢尽了。你要认秦王为父？对，前世他们冷眼弃我，唯有出手救我的宋玉也被扣上罪名，含冤而亡。我和他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秦王整日沾花惹草、斗鸡斗狗，是京城公认的纨绔。你选他？二弟，你不喜欢他，本王刚好膝下无子，给我两全其美啊！再说了，当大哥的给弟弟擦屁股，应该的。你够了，石欢，你真要选秦王？皇祖父，孙女确定。你旨册封石欢为福安郡主。宣旨，宋石欢过继秦王宋玉，封福安郡主，名字记入秦王谱牒，为秦王府嫡长女。宋石欢，你可知秦王在外的名声？京中没人愿意和秦王府有任何瓜葛。不劳皇孙殿下操心，比起皇觉寺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你跟西颜比，差得太远。大哥，你又拿我跟别人比。姐姐，秦王府有好多区区和斗鸡，你一定喜欢的。谁在背后嚼本王舌根？本王的女儿自然是天底下最尊贵的人，要吃有吃，要穿有穿，要靠山也有靠山，用不着看谁脸色。侄儿，你说是不是？走，闺女，跟爹回家。面对东宫寸步不让，这个爹是能教。这一世，我选你做父亲，你别让我失望。这个父王还真当得纨绔之名，玩区区斗鸡听戏，喝花酒。再不把他这些毛病改了，我这个郡主怕是又要遭受前世东宫的迫害。阿欢，练剑呢？本王出府给你买好吃的。父王是要去斗鸡，还是斗蛐蛐，或是去流云亭喝酒？父王，都怪阿欢，强行入了秦王府，成了父王潇洒日子的累赘。阿欢，父王怎么可能？没事，阿欢理解。区区认识父王3年，阿欢认识父王3个月，按资排辈，阿欢得排区区后面。父王，您刚才说最喜欢阿欢，那好，今天中午吃鸡，阿欢要那只最凶的红烧辣子鸡王。来人，把所有区区罐子都给本王扔出府去！都愣着干什么？是。我的知心蛐蛐们，不止蛐蛐，还有斗鸡。还有酒。哎呀！嬷嬷，下去吧。嬷嬷，阿欢怎么样？没生气吧？养女儿真得精细些。王爷放心，郡主已经歇下了。以后我去迎春楼、流云亭那些地方，可不能带阿欢去。先皇后保佑，王爷竟真把那些玩意儿扔了，郡主真是福星。王爷，不好了！嘘，皇后娘娘宫里的陈公公来了，在前厅候着，宣宁和郡主即刻入宫。王爷，郡主，皇后娘娘设了家宴，特命奴才来请。本王刚吃完饭。父王，皇祖母叫咱们去，该去的。
请他进宫吃饭，还得求着他不成？秦王，混账东西，让一桌子人等你！父皇要发火冲我来，吓唬孩子算什么？皇上息怒，玉儿定是有事耽搁了。阿欢，到皇祖母这儿来。他认生坐本王边上就行。皇上，您瞧玉儿有了阿欢，还真有几分当爹的模样了呢。要是当年玉儿能早点成亲生子，也不至于荒废这些年。我有时候真想不明白，有些人做错事怎么半点不心虚？混账！你指谁？我说的是谁，谁心里清楚。义子！皇上，是臣妾说错话了。用不着你假好心。来人，给朕拖出去！打！你阿欢！阿欢，阿欢，快叫御医！阿欢，给朕住手！传媒太医，快！还疼不疼？父王给你念话本子。念个屁！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没事儿。这叫没事？那板子再重几分，你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本王一个大男人挨几下怎么了？谁要你挡？石欢看到刑官一直在下死手，所以阿欢甘愿是自己替父王挨板子。以后你就习惯了。有皇祖母在，本王挨打的时候多着呢。可是父王，您没用力推皇祖母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跟皇祖父解释？谁会听我解释？有那功夫，不如赶紧挨完，回府听曲儿。不对，我已经几己之年，能分辨是非黑白。父皇说的话，我都信。您要是推了皇祖母，阿欢也不会原谅你。我当然没用力推，推开他是不想他挡在我和父皇中间。那您说皇祖母陷害您，是骗我的吗？当然不是，当年我就是被他算计的。怪不得，若是父王的亲娘，肯定心疼父王，就像阿欢，愿意给父王挡板子。你还敢提挡板子？够了，这把火烧到皇祖父心里。芬儿，朕好像真的错了，是朕糊涂，朕亏待了咱们的儿子。阿欢，快看，你皇祖父把太子叫来了。父王，您伤还没好，别乱动。你就不想看看宋林挨揍？他当初可是要把你送黄觉寺。结党营私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父皇明鉴，儿臣绝无此心。那日是夕颜说牡丹好看，儿臣才请诸位大人赏花。您自己女儿一言，便有数十朝臣家眷赴你私宴。太子，你把朕当傻子！父皇，我错了，您饶了我吧。父皇，给朕打！皇上，打不得，打不得！朕为何打不得？太子是储君，打坏了，动摇国本。朕且问你，若今日挨打的是玉儿，你可会说出动摇国本4字？再打300板，小惩大戒。哼，活该！听见没？宋林叫的跟杀猪似的。父王，你小声点儿。切，怕什么？他挨了27下，比我还少1下。父皇就是偏心。哼，皇祖父这心偏得真好。
阿欢，身子好些了吗？母妃给你带了支千年人参。姐姐，你看史书呀，你自幼在民间长大，识字不多，哪里不懂可以问母妃，母妃可是才女呢。不劳太子妃娘娘，我不懂的地方，父王会教我。没错，本王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教阿欢绰绰有余。父王，这句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阿欢，你等一下，父王去给你热杯牛乳，回来慢慢讲。哎，你俩送完了东西，没事就赶紧回去吧。请。父皇，快，这页史书啥意思？10万火急。问史书？你？哎呀，别问了，再玩我闺女要被拐跑了。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的。小雪，你这写上的书状这样翻译的。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父王真是天纵奇才，一听就懂了。那当然。阿欢，你若回东宫，母妃天天教你，你的吃穿用度都和夕颜一样。二弟妹，你想跟我抢阿欢，痴人说梦！大哥，她是我10月怀胎生的。可现在我是秦王府嫡长女，秦王是我父王，这话我说过，不会改。唉，父王，阿欢的父王比宋希言的父王强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宋林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你慢点儿。哎，你又跑来做什么？听说有人要审我闺女，我能不来？玉儿别急，外头传了些闲话，说阿欢在外18年，染了坏毛病，甚至与人私定终身。本宫和皇上正商量对策呢。大哥，我们都信阿欢，可谣言越传越凶，总得想法子压下去，不然他名声就毁了。皇上娘娘，臣妇有个主意，要是能找到跟郡主熟识的人，或者教过他的夫子，请他们出面作证，谣言自然就散了。常夫人是京里有名的善人，这法子不错。不错什么？我女儿清清白白，凭什么要向别人证明？王爷息怒，臣妇也是为郡主着急。行了，既然是阿欢的事儿，把他叫进来问问。吴起，皇上，福安郡主已经在殿外候着了。传。皇祖父，皇祖母，阿欢到朕这儿来，身上还疼不疼？谢皇祖父惦记，好多了。外头有些关于你的信。皇祖父，孙女有个问题想不明白。你说。孙女清清白白，被人泼脏水，怎么不是先抓泼水的人，反倒要我自己自证？我爹说的对，谁说我不好，就得拿出证据，拿得出我认，拿不出，该罚的是他们。郡主，那些造谣的人藏得深，不好找，不如……这位夫人是？臣妇常侍，见过郡主。听说过您，都说您是京里的大善人，常做善事。郡主过奖了。皇祖父，常夫人既然这么热心，又心疼孙女，不如请她帮个忙。帮什么忙？常夫人这么好心，肯定愿意帮孙女把那些造谣的坏人揪出来，审个明白。等真相大白，孙女不就清白了？常夫人，您愿意帮本郡主这个忙吗？阿欢说的在理，常侍，你可愿替朕的孙女查清这事？臣妇愿意。好，吴起，派2个得力侍卫跟着常夫人，务必查个水落石出，不许有半分疏漏。谢谢常夫人，有夫人帮忙，孙女一定能洗清委屈。王爷，郡主，怎么了？可是查到了？常夫人那边找到那几个散播谣言的婆子了，可人都没气儿了。什么？都服毒自尽了，七窍留了黑字，现场没留下半句话。常夫人受了惊吓，当场晕过去，醒来就发了高热，卧床不起。皇上说
王府是世主，该备份礼去探望，尽礼数。都死了。是，仵作验过，是剧毒自尽，现场没打斗痕迹。放屁！定是有人灭口，怕他们咬出幕后之人，才下此狠手。父王，吴公公说的对，我们该备礼。嬷嬷教过，遇事要知礼数，不能失了王府体面。我本想逼常家露出马脚，让皇祖父起义，顺藤摸瓜揪出真凶，没想到他们竟狠到直接灭口，一条活路都不留。这手段比我想的毒上100倍。龙生九子，一个该捧上天，一个该踩进泥里。郡主可是梦魇了？定是白日的事吓着您了。不怕不怕，老奴就在这守着您，哪儿也不去。嬷嬷，我没事。阿欢，听说你昨夜受了惊吓，身子可好些了？谢皇孙殿下关心，已经好多了。夕颜听说你闷在店里，特地让我送来他的细作。他3岁识字，5岁能诗，丹磬更是一绝。夕颜天赋极佳，京中无人不夸。你好好看看。妹妹果然厉害。你不看看诗？我从前流落在外，没学过这些风雅玩意儿。妹妹的心意我领了，嬷嬷收下吧。那你好生养着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东宫绝不会就此罢手，可我宋时欢也不再是从前那个任人拿捏的孩子了。阿欢，看什么看得这般入神？皇祖父，夕颜的是夕颜妹妹的诗画，字迹工整，不愧是京城才女。这有什么？你想学，朕给你找最好的夫子。我笨，学不会的，我只会看史书。胡说！朕的孙女聪明着呢。皇祖父不用安慰我，我知道我跟夕颜妹妹比，差远了。吴起，去把太子妃和夕颜叫来。父皇，您找我们？夕颜，你姐姐想向你请教，你是怎么勤学苦练，才有今天这份才华的？皇祖父，夕颜只是有点天赋，学得快些罢了。是啊，父皇，夕颜天资聪颖，夫子都夸她。朕记得你和太子不是常说夕颜天不亮就起身练琴，半夜还在鳞片写字。这不就是笨鸟先飞，勤能捕捉吗？夕颜，你跟姐姐说说，你到底是怎么用功的？原来夕颜妹妹是这么刻苦，才有了今天的本事。妹妹真用功，姐姐过奖了。刻苦是好事，阿欢，你也得用功，别老觉得自己不行。孙女知道了，谢谢夕颜妹妹教我。凭什么？宋时欢一出现，所有人都向着他。君主息怒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阿欢，朕考考你，这儿写的合纵连横是什么意思？回皇祖父，这是战国策士苏秦和张仪用的计谋。苏秦联合6国一起抗秦，叫合纵；张仪拆散6国联盟，让他们一个个投靠秦国，叫连横。哦，那你再想想，要是你是当时的韩王，该怎么活下来？好，过目不忘，还能举一反三。阿欢，你真有天赋。皇上，不光郡主，
秦王殿下听臣讲课，也是文医之士，很有天分。谁？宋月，正是秦王殿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朕心里踏实多了。阿欢，咱们该收拾东西回府了。阿欢，回去好好养着。孙女记住了，皇祖父也要保重身体。缺啥就进宫跟皇祖父说。对了，朕答应你的心愿，想好要啥了吗？想好啦。哦，想要啥？孙女想要2个婢女，一人懂医调养身体，一人懂武，能教我练武强身。就这，准了。这是红袖，通医里；这是杨豪，会拳脚。他们以后就跟在你身边，朕很放心。谢皇祖父。既然出了宫跟了我，那就是我的人了。给你们赐名，你叫迎春，你便叫鲍夏。谢郡主赐名。王府规矩不多，只有一条，我身边不留有2心的人。奴婢明白，从今往后，郡主是奴婢唯一的主子。都起来吧。怎么了？郡主，这药不对劲。多了未迷醉，是宫里禁药，喝一点会神志不清，长期吃，人就疯了。谁这么狠毒？郡主，咱们马上进宫禀报皇上。不急，能下药就会来看效果，等着就是。郡主，咱们秦王府跟前怎么能出这种事？老奴这就去禀报王爷，彻查全府。嬷嬷，揪出一个，还有下一个。这王府像个筛子，到处都是眼线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由着他们害郡主您啊！与其等着他们一次次下手，不如把棋盘掀了。想让他们死，先逼他们疯。前世你们笑着看我沉下湖底，今生我要让你们看看最后谁才有笑的资格。鲍夏，扶稳了，我病着呢。郡主，您真没事吗？风又凉了，要不咱们回屋吧？做戏做全套，不下点本钱，怎么请君入我？鲍夏，郡主您怎么了？快来人啊！郡主晕倒了！阿欢怎么样了？让开，本王要进去。王爷，郡主只是脱力，歇歇就好。您这会儿进去，郡主正换衣服呢，您进去了多不合适。本王的闺女晕倒了，本王还不能看了。阿欢，阿欢，你应父王一声。父王，我没事儿，就是有点累。阿欢，你真没事儿？吓死爹了！你嬷嬷那个挤眉弄眼的，我还以为她中风了。父王，我装的。装晕？我想借这个机会，把府里那些坏心眼、背后有主子的下人都赶出去。你是说做戏？对，接下来几天，父王要跟我闹翻，您来看我，我会让嬷嬷拦着。您要发火，要显得不耐烦，要让所有人都以为您对我失去耐心了。你说怎么演，父王就怎么演。郡主，他们越来越过分了，这哪是人吃的？要的就是这效果。他们越嚣张，死得越快。鲍夏，从今天起，你每日去府门附近转悠，眼睛放亮些，仔细看着，有什么贵客上门，
是，奴婢明白。下毒的人该来看看他的得意极作了。哟，这不是从前郡主跟前最风光的报夏姑娘吗？如今怎么沦落到大门口扫灰了？怕是主子失了势，自己慌了神，在门口晃悠，想攀高枝找夏家呢。徐老夫人怎么来这儿了？太子妃娘娘，徐老夫人，求你们救救我家郡主，为她做主啊！什么？快带老身过去！这就是秦王府的规矩，主子卧病在床，下人反倒这般逍遥快活。哟，哪来的老太太敢多管闲事？咱们郡主病着谁也不见，赶紧走，别在这碍眼。放肆！老身乃元后亲妹，徐国公府老夫人，你个卑贱奴才，也敢对老身呼来喝去！太子妃娘娘，徐老夫人，我没事的，不过是每日饭食少些，汤药凉些罢了，旁的都无碍。只是父王总也不肯来见我，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惹父王厌弃了吗？好孩子，这从不是你的错。外祖母来了，外祖母定给你做主。太子妃，这就是你东宫教养的女儿，秦王嫡长女该住的地方。这就是秦王府管出来的下人。阿欢是皇上亲封的福安郡主，你们竟敢如此作践她！本宫着实不知，府中竟乱成这般。姐姐，你该不会是装病吧？你看你都能自己走出来，姐，我闭嘴！你姐姐都受脱了刑，你眼瞎看不见吗？今日你必须给老身一个交代，给阿欢一个交代，给圣上一个交代。来人，把这些目无主上欺凌郡主的刁奴全部拿下，重打30大板，即刻发卖，永世不得录用。夫人，求求你！太子妃十指连心，便是断了一根，也是钻心刺骨的疼，你好自为之。爹爹，你看槐花。哎，小心点儿，摔着。真好看。咦，谁家的车这么不长眼？没看见这是秦王府的马车？哪来的破车挡路？滚开！知道这是谁家的马车吗？徐国公府的，赶紧给姑奶奶让道！我们是秦王府的马车，郡主在里头，请你们让一让。秦王府？哦，就是那个刚认回来的野丫头啊？怎么在府里待不下去了，跑出来晃悠？妹妹，那丫头长了张会勾人的脸。小狐妹子，叫你勾引人！郡主小心，看我不抽花你的脸！找死！你个安杂贱妇，敢打我女儿，信不信老子一只手把你的肠子掐出来？你祖宗！你敢打我！我是徐国公府的人，徐大人不会放过你的。徐静若算个屁！本王打的就是你这徐国公府的贱人，敢动我闺女，老子今天要你的命！父王，阿欢，父王在这儿。把这个当街袭击郡主的贱人，给本王押进诏狱。告诉徐静若，本王在紫宸殿等他。他要是不来，老子一脚踩碎他的国公府！滚！
徐静若，你养得好妾室，当街袭击郡主，鞭打侍女，还扬言要毁郡主容貌。你说，是谁给他的胆子？皇上息怒，臣竟不知那贱妇竟敢如此大胆。不知道，他平日就横行霸道，你看不见。本王马车上挂着王府徽记，他瞎了，他就是冲本王和阿欢来的。皇祖父，那鞭子好生厉害，陛下为了护我，背上挨了一道好长的口子。给你2个选择，你去诏狱亲手杖毙林氏；2，朕革你爵位官职，徐家全族逐出京城。皇上，臣选一，臣必将那贱妇亲手处置。拖下去！吓坏了吧？告诉皇爷爷，伤着没？皇祖父，阿欢没受伤，这个是献给您的。这是养大我的阿奶，在我5岁那年用攒了很久的鸡蛋换的红线编的。她说能保平安，我戴了5年，现在献给皇祖父，希望您平平安安，长命百岁。好孩子，皇祖父很喜欢，特别喜欢。传旨，太医院正梅之林，每隔3日去秦王府给郡主请平安脉，药材全从内珍藏库里出，必须把咱们郡主养得白白胖胖的。遵旨。再调1队宫中护卫，常驻秦王府，听郡主调遣。朕的阿欢，看谁还敢动！徐静若那老东西，心里指不定多恨咱们。他宠妾死了，还是他自己打死的，这仇可结大了。父王，您不觉得这事太巧了吗？林娇儿一个深宅妇人，怎么就知道那天我会路过那条街，还偏偏带着鞭子，一看见咱们马车就发疯。你是说，有人故意把我要出门的消息透给他，又煽风点火，激他动手，想借林娇儿的手毁我容貌，更想借这事让徐家和咱们秦王府彻底翻脸。所以这仇不能结，至少不能遂了背后那人的意。父王，我要单独见徐静若。郡主约臣来这儿，是想看臣丧妾之痛，还是显拜陛下对您的恩宠？先皇祖母嫡孙女阿欢来看您了。徐大人，您也拜一拜吧，在这儿，在先皇祖母面前，咱们说点实在话。好。徐大人，林姨娘出事前几天，贵府徐夫人是不是常进宫请安？有没有跟林姨娘说过什么？比如秦王父女仗势欺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那天出门是临时决定的，知道的人没几个，消息却传进林姨娘耳朵里，有人算准她急，算准皇上会逼您亲手杀妾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挑拨徐家和秦王府。徐大人，您是我皇祖母的娘家侄儿，是我父王的表兄，咱们本该是一家人，别让恨蒙了眼，让真凶躲在暗处看我们自相残杀。臣心里有数。先皇祖母，您放心，我会保住父王，也会守住您在乎的一切。王爷，您看这儿，城东绸缎庄这半年账上只记了800两银利，可老奴私下打听过，那铺子生意红火，一年少说也有2、3千两进账。才800两，剩下的钱呢？老奴真不知道啊，账做的滴水不漏，支出名目又多，实在查不出钱去哪儿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本王那些产业这些年一直在替别人白干，钱全进了别人的腰包？老奴无能，老奴该死。父王，看来咱们秦王府不只是筛子，还是别人的钱袋子。这些年不知养肥了多少蛀虫。混账王八蛋，敢戳到本王头上！
茶，给本王一出茶，钱都给老子吐出来！这是哪个下人给本王沏的茶？难以下咽！王爷息怒，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。好办在地契在您手，名正言顺；不好办在那些铺子如今都被各家权贵占着，关系盘根错节，硬抢怕惹众怒。沈先生说的对，所以咱们不能硬抢，要让他们主动还回来。怎么还？红纸阁，京城最大的脂粉铺，日进斗金，现在是常家在经营。常家？那可是太子妃的娘家，东宫的钱袋子之一。王爷、郡主，咱们这就去那日进斗金的红之阁讨回这第一笔债。这热闹，沈某可太想看了。哟，巧了，不用咱们进去请，城主自己送上门了。来的正好，本王倒要看看宋延征和宋希言拿别人家的东西拿得多顺手。嘘。站住！宋希言，你拿这么多东西，够钱付了吗？我拿自己家铺子的东西，付什么钱？自己家铺子，你叫他一声，看他答应吗？说，这红之阁东家是谁？地契在谁手里？是常夫人让小人打理。放屁！地契一直在秦王府，你们常家霸占多年，真当是自己的了？大伯，这事儿关乎东宫和常家颜面，不如回宫再议。皇孙殿下，既然事关侵占他人产业，又是在大街上被当场撞破，自然该由官府处置，给百姓一个交代。沈先生，劳烦您去请金兆尹大人，再派人去常府，请常夫人过来当面对质。郡主英明，在下这就去。常夫人，看清楚了，这红之阁何时成了你常家的产业？这肯定有误会，铺子一直是常家在管啊。误会？地契在这儿摆着，你管了10几年，真不知道是谁的？掌柜刚招了，赚的钱全进了常家腰包。夫人，人证物证都有，按大齐律，占了别人的产业得还铺木，还得赔这些年赚的钱。下官这就查账。大人，那些钱大部分都用来打点东宫和宫里各处了，常家没私吞啊。常夫人，钱用在哪儿是您跟东宫的事儿，但这铺子是我皇祖母留给父王的，今天我们只是拿回自己的东西。大人，请依法判，该赔多少就赔多少。红之阁从今天起归秦王府。郡主明理，下官马上清账。常家10天内必须交还铺面和12万两折银。发财了！阿西，快看，这么多钱！王爷，这才第一家呢，后头还有10几处铺子，田庄等着收回来。父王，我想从这笔钱里拿一部分，捐给京郊的慈幼局和养济院。捐了？为啥？我在外头流浪多年，吃过百家饭，受过穷人的帮，现在咱们有能力了，也该拉一把那些没饭吃、没衣穿的孩子和老人。再说，钱是拿回来了，可以得罪不少人，捐出去一些，换个好名声，皇祖父也会高兴。说得对，阿欢想得周到，捐1半都行。郡主人善，这步棋高明，我这就去办，让全京城都知道，秦王府收回产业是为了行善积德。废物，常家全是废物，连个铺子都守不住，还倒贴12万两。父王息怒，谁想到宋玉那个草包真敢当街闹事，还掏出地契。更气人的是宋时环，居然提议把钱捐了，
现在满京城都在夸秦王府人善，人善！他们这是在打本王的脸！宋玉、宋时欢，本王饶不了你们！传话给常家，这笔钱东宫一分不出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。你就是福安郡主。学生宋时欢，见过严院长，各位夫子。听说郡主流落民间多年，但苦读诗书，底子不错。为因材施教，女学特设一场分班考，你跟甲、乙、丙3班的代表一起考4书5经，按成绩定你进哪班。哪有第一天就考试的？还跟3个班的人比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姐姐，严院长是为你好，你要是怕考不好，现在认个输去丙班也行呀。学生愿意考，笔墨背上，就在院子考，1炷香时间。终于答完了。经本院和诸位夫子合议，甲班宋希言是一准，文采好，第1；乙班宋希龄，第2；丙班勉强过关。福安郡主虽答了题，但字迹潦草，解释浮于表面，根基太浅，所以分入丙班。院长，能不能把卷子公开，让大家看看到底谁高谁低？本院评卷自有规矩，顾明珠少插嘴。严院长，我有个疑问。讲。同题考试为何不公开试卷？我想知道自己哪里浅薄，好回去加倍用功。卷子已封存，不便展示。严院长，今天是我第1天入学，您破例设考，我照做了。现在结果让人怀疑，我要公开试卷，不过分吧？还是说这卷子根本见不得光？放肆！我不是质疑，我要的是公平，我要女学给我一个交代。试卷在这儿，大家快看，郡主的答案全对，注写比宋希言的还清楚明白。真的全对，这解释比我夫子讲的还透彻。字迹明明工整娟秀，哪儿潦早了？现在您能解释了吗？我全对的卷子为啥判成末等？为啥当众贬低我，把我分去丙班？这评卷角度不同。或许本院与诸位夫子对你期望更高，要求更严。好一个期望更高！那我问一句，女学的期望就是睁眼说瞎话、颠倒黑白、打压新生吗？咋回事？阿欢在跟谁吵？阿欢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父王，没事，就是严院长觉得我答得太好，不配进好班。全对的卷子，你说他根基浅薄？言青，你眼睛是瞎了还是心黑透了？秦王殿下，这是女学内部的事，请您自重。自重你娘！老子闺女第1天上学你就敢这么欺负她？今天老子就告诉你，什么狗屁规矩，在我这儿，我闺女就是规矩。阿欢，咱回家，这破地方不待也罢。言青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再有下次，老子拆了你这女学，我女儿轮不到你们欺负。像，太像了，跟元后娘娘年轻时一模一样。嬷嬷，今天赏花宴，东宫和坤宁宫怕是要看我出丑了。他们敢！王爷说了，谁惹您，他就揍谁。走吧，该来的躲不掉。天，那是福安郡主，怎么变这么好看？跟元后画像好像啊！你
两位郡主不愧是京城双骄，不知何等俊才能入得了二位佳人的眼。妹妹说笑了，咱们去前面看看。是，姐姐，那边风景更好，咱们去湖边逛逛吧。来人啊！快救人！夕颜妹妹和西陵妹妹落水了。这一世落水的不会再是我了。阿欢，今天宴上让你受惊了。本宫看你进退有度，礼仪学得挺好。谢皇祖母夸奖。你马上就要进女学了，陪本宫几日，怎么样？母后，这不合规矩，亲王之女在宫中常住，得父皇点头才行。本宫想跟孙女亲近，有什么不行的？皇祖母，若要留下学习规矩，不如让夕颜妹妹和西陵妹妹也一同留下，姐妹作伴，既能互相督促，也能让孙女更快融入宫中礼仪。不行，夕颜今天落水受惊，得在宫里静养。那孙女这就去求皇祖父恩准。慢着，既是规矩，本宫也不强留。你先回府，好好准备入女学吧。孙女告退。郡主，继后娘娘刚才那眼神，她想把我留在坤宁宫，好下手。太子妃怕牵连宋希言，拦住了。下剑了，抓我了！陛下，伤着没？奴婢没事。郡主，这马怎么突然就惊了？今天是谁负责套车？回郡主，是张伯，一直都是张伯管马套车。王爷已经派人去查了，可眼下还没线索。那马像是突然受了刺激。沈夫子，父王提过府里有个叫张伯的马夫吗？提过，说是王爷的救命恩人，10几年的老婆了。上次清人的时候，王爷特意开口留下的。救命恩人，今天金马偏偏是他当值，我赴宴迟到也是他套的车。王爷，查到了。怎么说？我派人去了张县，压根儿没这个人。他说的籍贯、家里亲人全是假的，全是假的。对，还有郡主进宫那日套车的是他，金马的事儿8成是他干的。王爷，不好了，张伯喝药了，人快不行了。张伯，本王待你向来宽厚，你为何要走上绝路？阿欢乘坐的马车，是不是你暗中动了手脚？王爷，你待我是不错，可惜啊，你胸无大志，又不学无术。你说实话，以你如今的处境，根本护不住整座亲王府，更护不住郡主。日后太子一旦登基，只需随意安上一条辱没皇室的罪名，王府上下所有人都会为您陪葬。胡说！郡主越是聪慧耀眼，就越容易成为旁人的眼中钉，迟早会遭人算计欺辱。我不过是想择明主侍奉，又有什么错？当年你救下本王的救命之恩，难道也是假的？那本就是精心布置的一场戏，我不过是别人安插在您身边的一枚暗棋。如今任务败露，唯有一死才能收场。府里发生了什么事？奴婢不知。郡主，张伯服毒自尽了。临终前，他吐露了不少内情。王爷听闻之后，独自离开了王府，不许任何人跟随。王爷，别喝了，再喝真的出事儿。你说，本王是不是特别没用？整天就知道喝酒、斗蛐蛐、逛青楼，正经事一件没干过，纨绔名声，谁不知道？王爷，您别这么讲。张伯说的对，我护不住阿欢。今天是金马，明天呢？下毒、刺杀，还是别的阴招？清平，我害怕，以前死就死了，无所谓。可现在我怕护不住他，怕他因为我连命都保不住。你告诉我，我该咋办？去求个官做，还是从今往后头悬梁锥刺股？怎么做，我和阿欢才能活下来？王爷，您真想改？想，
为了阿欢，必须改。好，第一，您得有自己的耳目，眼观六路；第二，朝中要有您的位置，手里得有权；第三，让皇上看见您的本事、您的决心，还有您的改变。你说，我干！王爷，这是要拜我当谋士？清平，帮我。王爷有命，敢不从耳？父王，歇会儿吧，吃点东西。阿欢，你来看这儿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这话真是说到根儿上了。当君主的，民心才是根本，不是玩弄权术。郡主，王爷这是中邪了，还是上次喝的酒还没醒？不，嬷嬷，父王是醒了。秦王殿下一点就透，还能举一反三，更难得的是心思通透，见识不凡。你怎么不早告诉为父？爹，现在知道也不晚嘛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皇上，臣恳请弹劾秦王。这般不学无术的独目纨绔之人，根本不配承袭王爵，还请陛下从严惩治。秦王，你可有辩解之言？儿臣并无辩解，这段时日闭门自省，方才醒悟往日行事荒唐，辜负了父皇多年教导。儿臣恳请入朝任职，愿戴罪立功，为陛下分忧。哦，你想怎么效力？儿臣想去户部历练，学钱粮赋税、度支会计，帮朝廷理财，替父皇分忧。皇上不可！秦王大字不识几个，脾气又暴，怎么能管财政？怕是要搅乱朝纲。放肆！耿怀仁，你再三断言秦王不学无术，可有实打实的证据？以朕看，你不过是倚老卖老、结党徇私，滥用御史封文奏事的职权，即刻将你革职查办，削去功名，遣返回乡养老。王爷，皇上说了，让您3天后就去户部上任。回去禀告父皇，儿臣领旨，一定尽全力。恭喜父王。阿欢，父皇真让本王去户部了。父王，皇祖父这是把一把最锋利的刀交到您手上了。户部管着天下钱粮命脉，这差事您可得好好办。大哥，好久不见啊！听说你最近闭门读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？三哥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大哥是要给石欢做榜样嘛，对吧，大哥？有事说事。哎，孙虎，你是不是之前说看见沈三爷抱着琴进出秦王府？是，小的亲眼所见。沈三爷那琴艺可是专为媚儿姑娘那样的角色准备的。哎呀，那干得好！石欢跟着沈三爷学琴，将来肯定青出于蓝，说不定还能在媚儿姑娘跳舞的时候抚琴助兴呢。就是可惜了，琴技本是高雅事，不像我们西陵，学的都是正统夫子教的。你们说够了没？大哥别生气，我们就是随口一说。石欢能得沈三爷亲自教导，是他的福分嘛。真是聒噪。住手！全都住手！成何体统！宋玉，你身为兄长，当众殴打亲弟，不顾手足情分，本王一定要告到御前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去你妈的！往后再有任何人敢出言辱我女儿，我见一次打一次！来人，把3位王爷尽数带回衙门，此事本官无权决断，必须立刻入宫禀报陛下定夺。郡主，不好了，王爷在东湖把楚王、齐王给打了，被京兆尹抓走，押进宫去了。郡主怎么办？王爷会不会被重罚？报下，叫上府里所有护卫，能打的都带上。六喜备车去孙府。去孙府？祸从口出，是孙虎挑的头，他就得把吐出来的东西再给我咽回去。走。宋世欢，你擅闯朝廷命官府邸，
你想干什么？我的肚子！说，东湖上是你先挑拨的，是不是？楚王、齐王说了什么？你给我一字不落说出来！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！救命啊！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毒药，1个时辰内没有独门解药，肠穿肚烂，全身溃烂而死。不要！想活命就跟我进宫，到皇祖父面前把你听到的、知道的原原本本说出来，否则你就等着去见阎王吧。带上他，进宫。一炷香内不说实话，就等肠穿肚烂。现在跟我进去。皇上饶命！臣有罪。臣在东湖画舫之上，故意出言挑拨，污蔑秦王殿下私藏秦氏，品行不端。而后楚王、齐王2位王爷出言羞辱秦王郡主，又嘲讽秦王无能。秦王一时气急，才动手争执，绝非无故殴打手足。儿臣知错，昨夜不过是酒后失言，无心冒犯大哥。谁知秦王一言不合便当众动手，还请父皇明察。闭嘴！启禀陛下，楚王与齐王都是体校皮肉外伤，并无大碍。反观秦王，腰腹暗藏钝击暗伤，内伤淤积已久。身为皇子，刻意构陷兄长，当众言语侮辱皇室宗亲，事发之后还颠倒黑白，反咬手足。来人！楚王、齐王2人各领停鞭30，回宫禁足1月，罚去全年俸禄，以此惩戒。阿欢，即便你护父心切，也不该擅闯官员府邸，动手殴打朝廷命官之子。你身为皇室郡主，这般行事莽撞，日后女儿的清誉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回太子殿下，今日书院刚送来新学袍，婢女拆开整理之时，竟在衣料夹层之中找出数十根淬过寒毒的细髯针。若是婢女未曾及时察觉，一旦我穿上学袍，双手至少半月无法握笔，彻底废掉课业。我尚且深陷京剧之中，转头又听闻父王无端蒙冤被参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才前去孙家府邸逼问幕后始作俑者。衣袍藏毒软针，此事当真？皇祖父，自从我认祖归府以来，暗处算作从未停止，马权惊马，行路被人占铺，暗中鞭打重伤，如今又是藏针害首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全都冲着我和父王而来。我不懂，我们父女2人到底爱了谁的路，要被人如此步步紧逼，赶尽杀绝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，朕都知晓。谢陛下。秦王殿前斗殴失仪，罚俸1年，即日起前往户部，跟随户部尚书孙佑专心打理钱粮公务。你擅闯孙府一事，事出有因，情有可原，朕不予追究。回宫休整，明日按时前往女学入学即可。儿臣谢父皇恩典。孙女谢皇祖父恩典。户部，父皇居然真的让这个无用废物踏入了户部重地。阿欢，那软针真的？真的，让他心疼，知我们多难。是父王没用。不，父王打架威风极了，皇祖父让您去户部了。户部？我哪会啊？不会就学。皇祖父明知您不会，还让您去，给机会也庇护。好日子要开始啦！我去上学了，下学记得来接我。好。父王还没来，咱们先去西街的琳琅阁。沈先生近日帮父王理清了户部好几笔烂账，我挑件谢礼送他。夕颜，那个就是你说总欺负你的郡主，一个刚找回来的村姑，就是仗着你性子好。不怪他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只管看着，今天我非要让他知道谁才是京中真正的金枝玉叶。小姐，要是被秦王殿下知道了，怕什么？太子最宠夕颜，秦王就是个纨绔，没人给他撑腰。郡主，有人跟着，跟了我们一路，你速去叫王府的护卫往前面那条青石巷汇合。是，郡主，您千万小心。一路尾随至此，不必躲藏，
都出来吧。果真嚣张狂妄，宋世欢，如今你无路可退。今日我便好好教教你，何为上下尊卑，何为安分守己。你说的没错，今日既然敢拦我，你们所有人谁都别想安然离开这条巷子。你别过来！我父亲是太子宠臣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乃皇家血脉，天子之孙，父亲是王爷，我是郡主，你见我就该伏地叩首，也敢在我面前叫嚣。姐姐，心柔只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妹妹，我也只是开玩笑，你不会生气吧？住手！宋世欢，严院长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宋世欢蓄意待人，围堵殴打我与西颜郡主，蛮横霸道，目无孝规。郡主，你太过分了！西颜郡主温柔善良，品学兼优，心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你怎能对他二人大打出手？简直败坏女学风气！严院长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是他们二人带着人堵我在先，想要伤我在后，我打他们不过自卫而已。院长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于我，这就是为人师长的风骨，这就是女学的规矩。你简直强词夺理！严院长，今日若不给我一个公道，我便去问问皇祖母，去问问皇祖父，这女学究竟是谁家天下？宋时欢，阿欢，有没有受伤？哪里疼？跟父王说。父王，我没事，多亏了鲍夏和护卫们来得及时。言情，刚才是你在骂我女儿，还要治她的罪。秦王殿下，宋时欢他仗势欺人，殴打同学，败坏女学风气，我只是在主持公道。是公道？我女儿被人堵在巷子要打要杀，你不问青红皂白就指着她的鼻子骂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公道？殿下，西颜郡主和常家小姐都指认，是宋时欢先动手。打了又怎么样？我女儿没把他们打死，已经是他们上辈子积德了。这一巴掌是教你怎么明辨是非，这一巴掌不分青红皂白就冤枉我女儿，你这个院长不配当。这女学不上也罢。阿欢，我们走。父王，学我要上，不过在这之前，咱们是不是该去收账了？从常家开始。哈哈哈哈！对，收账，走。那言情早该打了。王爷今日一打，明日弹劾的折子能堆满紫宸殿。那就让他们谈。父王刚入户部，正需立威，打一个人，让所有人知道秦王府的人动不得。阿欢不怕，有父王在，不怕。父王，咱们接下来去常家。对，常家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这镇长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大事。秦王殿下大驾光临，下官有失远迎，望王爷恕罪。小女日前冒犯郡主一事，下官正筹备厚礼，打算近日登门亲自赔罪。王爷，臣女知道错了，求王爷开恩，再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。不必多此一举。户部近期清查历年公务采办旧账，你常家经手宫内物资采办，账面入库物资与拨款差额共计12.8千两白银。如实交代，这笔国库白银被你挪去了何处？王爷明鉴，这是误会，容下官查查。王爷要逼死我们常家吗？又要晕，本王带了大夫，给常夫人扎一针人中，提提神。晕久了，可就真醒不过来了。给你3天，见不到银子。本王带锦衣卫抄家。逆女，往日嚣张跋扈，现在你招惹谁不好，偏去招惹郡主，那可是王爷的掌上明珠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来人，把这个逆女带去城郊清心寺面壁思过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回来。
西颜郡主，心神不宁，情生大乱，可是身体有所不适。劳夫子挂念，学生只是略有头晕，并无大碍。明珠，方才听闻宫外消息，常家大祸临头，贪没国库10几万两采办白银。我父王今日亲自带队上门追责讨债，勒令3日之内补齐赃款。夕颜妹妹脸色怎么这般难看？想必也听说此事了吧？常家是你的外祖家，如今大祸临头，这可该如何是好？宋时欢、宋玉父女2人步步紧逼，明着惩戒常心柔，实则斩断我母之常家根基，当众打东宫颜面，实在欺人太甚。娘娘，方才常府派人前来传话，急切询问宫中可否调拨银两，填补户部亏空，化解抄家危机。银两？本宫去哪里凭空变出10几万两白银填补窟窿？宋时欢，你不让我东宫好过，本宫就算倾尽东宫一切，也要让你和宋玉万劫不复。阿欢，这是我亲手做的杏仁露，你几个哥哥和夕颜平日里都爱喝。娘娘今日来，不只是为送杏仁露吧？我知道你怨我，生辰宴那日是我不对，被吓着了，说了胡话。可你是我10月怀胎的骨肉，没有母亲不疼孩子的。怀你10个月，我日日听琴，盼你生下来平安喜乐。如今看你琴艺出众，我又欢喜又酸楚。太子妃到底想说什么？常家是你外祖家，你父王要把常家往绝路上逼，12万两，常家砸锅卖铁凑不齐。你能不能跟父王说说高抬贵手，就当看在我面子上。看您的面子。生辰宴上说我是灾星，不配碰宋夕颜衣裳时，可曾看过我的面子？那是气话。常家占我秦王府铺子，企图污我名声时，可曾看过我是你女儿的面子？我不是东宫的人，我是秦王府福安郡主。我依靠皇祖父、父王和整个秦王府，常家贪没国库，咎由自取。我父王依法追讨，天经地义。可我是你娘，血脉亲情岂能说断就断？你父王娶妻生子，你便是外人，只有东宫常家才是你真正依靠。不，我不需要母亲。迎春、送客，这杏仁露到了喂狗，我嫌苦。阿欢，爹在，爹永远是你爹。父王，我只有您了。是爹只有你了，爹绝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。多谢秦王殿下施粥赈灾，殿下仁心。死人了！粥里有毒！秦王府的粥毒死流民了！回各位官差，粥内掺入温马肉，一时之后毒气攻心，必死无疑。秦王滚出来！草菅人命，杀人偿命！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臣弹劾秦王。秦王城外施狗，暗中掺入温马肉，害死流民7人，激起民乱，其心可诛。秦王德行有亏，不堪执掌户部，恳请陛下严惩。臣等恳请陛下严惩秦王。秦王，儿臣在。即日起禁足秦王府，无朕旨意，半步不得踏出。此案交由顾征将军协同刑部彻查来龙去脉。儿臣领旨。秦王殿下，接旨吧。常家，郡主，外面流言满天飞，所有人都在骂王爷施粥害死人，府外官兵层层把守，咱们半步都出不去啊！王爷一心赈灾行善，分明是被人恶意陷害，王爷实在冤枉。报下，速速去库房找一身最普通的粗布衣衫。六喜，悄悄去打探府侧门守卫的换班时辰，摸清值守空隙。郡主万万不可！如今外面百姓怒火滔天，人人敌视秦王府，您私自出去太过危险。父王已经被彻底禁足，朝堂无人替他辩驳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困死府中。如今流言杀人，唯有直面众人，才能打破死局，还父王清白。
别声张，不要暴露我的身份。我问你，后院还有完好的煮粥铁锅，以及未开封的干净新米粮吗？灰姑娘，后院库房还有一口干净铁锅，全新米粮也都封存完好。库房钥匙一直在小人身上，立刻取出来，原地架锅生火，重新煮粥。堂堂秦王郡主还敢来这里？难不成还想继续煮粥，毒害我们平民百姓吗？我福安郡主宋时欢，以自身性命，以秦王府百年清誉，以陛下亲赐我的郡主门号，当众起誓：秦王府开棚施粥，本心只为赈灾行善，自始至终绝无半分害人歹念。此次粥棚出人命，是歹人暗中恶意投毒陷害我父王，既想构陷秦王，也狠心残害无辜流民。这一锅粥，全新净水，全新好米，是我亲手淘洗、亲手熬煮。现在，倘若粥中有毒，我方才已经毒发身亡。我是秦王之女，我比在场任何人都更想要揪出幕后真凶，还我父皇清白，告慰死去的无辜流民。时至今日，可还有人愿意相信秦王府一次，前来领一碗清白无虞的热粥？你不怕？此刻出府，若被言官知道，又是罪状一条。皇祖父，父王被困，秦王府被千夫所指，怕解决不了问题。投毒之事，时间、地点、人证、物证，处处针对父王，是有人要置他于死地。你怀疑谁？孙女不敢妄言，但孙女仔细看了那温马肉残骸，是平州一带特有的畜疫，请皇祖父暗中派人保护顾将军，真凶恐会阻挠查案。只此一个要求？只此一个，护住顾将军，才能查清真相，还父王清白。真准了，吴奇，让沈萧挑2个最好的，暗中跟着顾征，任何变动即刻来报。将军恕罪，奴才该死。无妨，下去吧。将军，咱们直接带兵破门入庄搜查即可，何必在此蛰伏？不可莽撞。这座屈家庄正是常夫人的娘家，看似守备松散，无人看管，实则暗藏玄机，贸然闯入只会打草惊蛇。你们2人分头行动，从庄园东西2侧悄悄潜入，重点搜查粮仓、马厩2处地方，仔细排查有没有病死异处或是不明来历的制毒药材。剩下1人随我前往后山。是。平州屈家、温马肉、东宫常家，3方环环相扣。若是此番在后山找到确凿证据，便能彻底撕开这场冤案的真面目。将军，这边土全都被动过，原本这里埋了不少东西，近期才被连夜转移，看土质干湿，转移时间不超过5天。军旗间的烙印，就算磨花，制式也不会错。把此物收好，务必带回去，这是实打实的铁证。将军小心！是军中精锐死士，护住铁锹，立刻撤退。留活口。沈统领，这些都是东宫死士，人人尺藏剧毒，被俘便会立刻自慎。如今人证物证全部齐备，此地凶险不宜久留，将军尽快回京复命。殿下，救救常家！顾征已经查到平州曲家庄，一切都瞒不住了。常家从头到尾都是在替东宫办事啊！事是你们办砸的，谁让你们行事鲁莽，用这般拙劣法子，还留下实打实的把柄？殿下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，求您出手拦下顾征。
或是让顾征路上出一场意外，彻底封死这条线索。意外？父皇早已指派沈萧贴身护卫顾征，锦衣卫暗卫全程随行。你当朝廷暗卫都是摆设？这种祸事，常家自己全盘扛下。孤可以保常家旁支血脉不绝，保全你们一族性命。可若是你敢胡乱攀染东宫半曲，启禀皇上，经查证，此次周鹏案温马肉全数产自平州屈家，屈家正是太子妃母族，行凶拓销出自大内军器舰。屈家小厮已然招供，一切行动皆受常夫人暗中指使。竟有此事！臣回京途中遭遇东宫死士半路截灭杀口，幸得沈统领率暗卫驰援，方才擒下活口，保全全部人证物证。长庆，事证确凿，人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还有什么可说？罪臣认罪。罪臣极恨秦王权势滔天，心怀怨怼，故而暗中投放温马肉，蓄意报复，构陷秦王。可当初分明是殿下暗示罪臣，借机教训秦王，绝不允许秦王稳稳坐稳户部尚书之位。如今东窗事发，殿下便打算直接舍弃整个常家，让我一族白白送死吗？长庆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，污蔑东宫。东宫一直想要除掉秦王，扫清前路障碍。我常家从头到尾都只是东宫一颗任人摆布的马前卒。父皇明鉴，长庆狗急跳墙污蔑儿臣，儿臣对天发誓，绝未指使他行此丧尽天良之事。儿臣只是御下不严，对常家疏于管教，求父皇责罚。御下不严，疏于管教。太子宋陵纵容外戚横行，深陷朝堂重案，难辞其咎。即日起禁足东宫1月，闭门静思己过。常家满门抄没全部家产，主犯常氏及所有从犯，3日后菜市口问斩。儿臣愚痴谢恩。秦王宋玉，儿臣在。此次周鹏获释，以监管赈灾存在疏漏，亦有失察之过。罚封3月，即日起解除禁足，正式入朝参与朝政，协理户部全盘事务，戴罪立功。儿臣遵旨，谢父皇隆恩。长庆狗急跳墙污蔑儿臣。娘娘，秦王府福安郡主命人送来一件物件，进来。明心香，那是皇后亲手赏赐，一直说是安神静心、有助孕嗣的上好佳礼。爹问你个事儿。父王您说。你觉不觉得皇祖父看你的时候，眼神一直有点怪，总是失神，像是透过你在看另外一个人。父王，您是不是也早就发现了？不止皇祖父，还有周老爷子一众老臣，每次见到我都会莫名愣神。尤其是你遇事认真笃定，不肯服输倔强的时候，最是相像。昨日顾征呈上常家抄没财物清单，你低头核对账册，分毫不让的模样，和你皇祖母年轻时的画像一模一样。爹书房暗格之中一直藏着一幅皇祖母的旧画像。是爹没用，我的女儿本该是这天下最尊贵、无忧无虑的姑娘，如今却要靠着一张和王母相似的面容，才能换来皇祖父额外的眷顾与心疼。委屈你了，阿欢。父王您错了，这从来不是仅凭一张容貌博取偏爱，这是皇祖母的在天之灵一直在庇佑我们父女。她把最相似的眉眼留给我，也将她的智慧与坚韧尽数赠予我。她让我来到父王身边，就是希望我们父女同心联手，夺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，查清当年皇祖母含冤而死的全部真相。阿欢，过几日便是皇祖母的继承了。二姐，你看她那张脸实在晦气，长得和供桌上元后娘娘的画像简直一模一样。闭嘴！
不许胡乱提及画像，更不许妄议先辈。是谁在叹气？不过是风声，别自己吓自己。不是我说的坏话，是皇祖母。当年就是皇祖母说宋时欢是个短命鬼，活该早早死去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要索命去找他呀！皇后，看来这凤仙殿不太干净，是该好好清扫清扫。秦王殿下，此为兵部近5年全部积压军务卷宗，涵盖粮饷调配、军械更迭、边关防务，共计132项棘手公务，劳请殿下过目定夺。哦，放着吧。王爷，边关军务关乎家国安危，件件紧要，万万拖延不得，还请殿下尽快批阅。本王初来兵部，不懂朝堂衙门规矩，你们先行回去各司其职，等本王摸清楚门道，再处理公务不迟。果然就是个空有爵位的草套，看着一堆卷宗直接被吓住，根本不懂军务。不必着急，静观其变，看他能一直拖延摆烂几日。唉，这几天可把本王憋坏了。王爷，清平，东西拿来。在军营里闷了几天，还是这小东西有趣。刘侍郎，你们兵部谁会斗蛐蛐啊？王爷，此地是兵部衙门，处理军国大事之所，怎能玩物丧志？军国大事，就那堆垃圾，本王看你们也挺闲的。这样吧，今日咱们兵部换个规矩，陪本王斗蛐蛐，赢了的留下来，把这些军国大事的文书给本王重写一遍，要简单明白，超过3页本王不看。输了的嘛，京郊大营的马厩正好缺几个刷马喂料的，那儿敞呀，适合静静心。这是东宫内造的纹样。凝心香，这味道。郡主，怎么了？抱夏，去请沈夫子过来，悄悄的。是。郡主，这位是陈老，从前是太医院的院判，最善药理，尤其精于香料一道。因不喜宫廷清照，10年前便治出姻缘。郡主，陈老，劳烦您看看这香可有什么不妥？郡主，此香名虽凝心，实为绝嗣之毒。请陈老明言。此香以安神香料为基底，却掺入大量提纯后的极品麝香，炮制手法极为隐秘，寻常医者验不出来。女子若长期佩戴，或置于近身处，初时只觉心神不宁，月事紊乱，1、2年后便会宫寒入髓，终生难有子嗣。东宫赏赐长灵儿，好毒的心思！常家刚到，这是连长灵儿这个潜在的麻烦都要一并处理干净，断了常家女子生育的可能，就是断了常家未来任何依靠外事翻身的可能。是啊，用过了就丢掉，还要扔得干干净净，不留后患。这就是东宫。沈夫子，你说，若是太子妃娘娘知道她一心维护的夫君和儿子，连她娘家侄女做母亲的权利都要剥夺，她会怎么想？你找本宫到底何事？若是想看本宫笑话，娘娘先看看这个。难怪灵儿近来总是精神不济，月事迟迟不来，我还以为她是忧思过重。原来他们连一个女孩都不放过，好
好一个东宫，好一个夫妻，好一个母子！我为了他们放弃了一切，我常家为了他们家破人亡，到头来他们连我侄女，连我常家最后一点血脉延续的可能都要掐灭。娘娘现在看清了，您一心维护的究竟是什么？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都告诉你，只求你，求你保住灵儿，别让她有那个香了。皇后生辰宴，东宫有何打算？母后和太子计划在赏荷时设计姑姑家那个嫡女顾明流失足落水，然后让颜征恰好经过跳水救人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有了继父之亲，顾家就只能把女儿嫁进东宫。顾家有兵权，这是太子眼下最急需的。这是御花园九曲桥到荷花池一带的布局草图，母后给我的，让我到时候配合引顾家女去预定位置。还有负责推人下水的是东宫一个叫刘三的内侍，他会藏在假山石洞里。我能做的就这些了。宋世欢，你说的对，我不配做母亲，我如今只想给我常家留一条活路。这群畜生！王爷，看来宴无好宴。父王，宴席的戏台子人家已经搭好了，连英雄救美的绝本和刺客藏身之处都画明白了。咱们这出将计就计，请君入瓮也该开锣了。今日诸位夫人千金都在，光喝酒没意思，让皇家小辈露一手才学，添点热闹。夕颜，你是姐姐，先来。是，皇祖母。夕颜琴艺又长进了。阿欢，哀家听说你跟沈边术学琴，也弹一曲给哀家和你皇祖父听听。皇兄，光看小辈表演，咱们干坐着多没劲。臣弟跟您赌一把，就赌今天谁拿头筹，是不是您家夕颜？二弟想赌什么？赌钱太俗。这样，我赢了，您把太子金印借我3天，帮我书房垫桌脚，让我瞧瞧储君之印长啥样。宋玉，你放肆！皇兄不敢赌，那就是认输喽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这个赌注有意思，朕准了。好，กู跟你赌，你输了呢？我输了，亲自给你东宫扫3个月茅房。好一曲破阵乐，末将恨不得提枪上马，为我河山。郡主秦毅已得沈三爷真传，不是青出于蓝。好，好，好！此曲只应天上有，阿欢深得朕心，赏，重重有赏。沈爱卿教导有功，即日起擢升为翰林院侍讲。臣谢主隆恩。皇兄，承让。您那金印包好看点，我书房酸纸木桌角有点不平。哟，这荷花池里除了荷花，还藏了只专门推人下水的水鬼。
皇祖父，今日这荷花宴热闹的不只是荷花，还有人心呢。太子，这是你东宫的人。父皇明鉴，儿臣御下不言，竟有此等胆大包天之徒，儿臣定当严查，给顾将军和顾小姐一个交代。严查？这奴才怀里可揣着您东宫的腰盘呢，没您的意思，他敢在母后生辰宴上推顾将军的千金下水，这胆子可不是一般的大。皇后，今日是你的好日子，这出戏你看如何？皇上，许是今日之事是这奴才与顾家有些私怨，借机报复，扫了大家的兴，不若先移步水榭，继续饮宴。这香囊定是哪个宫女不慎遗落的，臣妾还不快收走！退下。这点心做得巧，这喜饼的样子倒让儿臣忽然想起20多年前，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，在母妃宫里也有过一次宫宴，也上了这样的喜饼。你胡说什么？哪有什么喜饼？这次宫宴根本没上喜饼，根本没有！朕从未说是哪年哪月哪次宫宴。皇后，你怎知朕与玉儿说的是那次？徐氏，朕再问你一次，这个香囊是谁的？20多年前分儿宫里的那场宴会，玉儿私通的那个宫女身上带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香囊？臣妾不知，臣妾真的不知。皇上，臣妾只是一时失言。那这香囊上的鸳鸯，为何与你当年未出阁时最爱绣的纹样针法一模一样？当年那个宫女是不是你安排的？那加了料的喜饼是不是你命人换的？还有我母后，她生产时血崩，是不是也和你有关？灵儿，你救救母后！母后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，为了你能当上太子，将来登上皇位。我不能让宋玉这个嫡长子挡你的路，不能让他有翻身的机会。母后，你胡说什么？好一个为了儿子！徐氏，你不配为后，不配为母，更不配为人。吴起，你旨。老奴在。即日起废去后位，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非死不得出。太子宋陵狱内不言，宋母行凶，有失孝道，闭门思过，无旨不得出东宫。皇长孙宋延征品行不端，算计朝臣之女，即日起剃夺一切差事，赐婚长家女长灵儿，即日完婚，不得延误。父皇，不可！延征他！太子，太子，传太医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白事撞红事，大凶之兆啊！一拜天地。听说太子妃一直盼着东宫开枝散叶，为太子殿下多添子嗣。如今延征堂兄成婚，真是恭喜太子妃了。太子妃，太子殿下！阿欢，今天那场荒唐婚礼，还有东宫的崩塌，你都看见了。父王，他们这是咎由自取，靠阴谋算计，靠父皇的恩宠，或者靠对手的犯错倒下，这些都像沙滩上的城堡，水一冲就垮。爹要堂堂正正的站起来，从今往后没有秦王宋玉，只有考生宋瑜。爹要隐姓埋名去参加科举，考个功名回来。先生，这道测问题学生如此破题，可还妥当？
破题犀利，直指要害。虽文采稍逊，但贵在务实，有真知灼见。宋玉，你进步神速，与从前判若两人。这先生教得好。再说了，我闺女那么聪明，我这个当爹的总不能太差劲，给她丢人。我是个粗人，不会说漂亮话。我只知道，没有你们在这儿流血出汗、戍守边关，就没有我们在京城安安稳稳吃饭睡觉。这碗酒敬你们！大齐将士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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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，军营传来消息，宋玉在军中威望甚高，将士们对他极为信服，高呼大齐将士万岁，众将士齐声响应，声震云霄。此子有赤子级之心，累其母，不玩弄权术而能得军心，朕或许真的错了这么多年。侧妃又可信，御医说时日无多。错了，福星不是夕颜，是宋时欢，他才是真福星。王爷，大皇孙求见郡主。请进来。阿欢，之前是大哥不对，跟我回东宫，大哥把最好的都给你，想得到没？夕颜比不上你，你才是东宫真正的福星。回来吧。福星，需要时是福星，不需要时就是能随便扔掉害死的野种。这里是我家，恩断义绝，请离开。必须回来，我的福星。我本欲嫁秦王，哪怕为侧妃，为何要嫁中风瘫痪、随时要死的废人？慎言，抗旨满门抄斩，你爹、哥哥、沈家几百口人都会没命。你要做什么？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听说了吗？崔侍郎府上出大事了，荣云府急登文谷，告他杀人成性。顺天府已经在崔府后花园挖出12具尸骨。天哪，这谢天之主，天爷造孽啊！陛下，大理寺在崔前府邸起出12具尸骸，均是成年未婚的女子，有勒痕刀伤。书房暗格找到13幅少女画像，中央最大一幅与福安郡主7、8分像。取来。好一个崔乾，好一个楚王！此画从崔贼书房暗格搜出，诸位请看，画中女子是谁？福安郡主是否与崔侍郎血案有关？再敢污蔑我女儿，老子撕了你的嘴！福安，你有何话说？皇祖父，画中其余12位姑娘，孙儿曾在市井流浪时见过。半年前在京郊破庙，我们被人牙子关在一起，孙儿想带他们逃，用娘亲留下的铜钱换了13枚桃木平安牌，每人分了1块。孙儿逃出后再未见到他们，原以为都回家了，没想到全被崔贼害了。这是孙儿当年自留的，一直贴身带着，纪念娘亲，也记着那些女孩，请皇祖父查验。福安郡主心地仁善，不忘就义，何罪之有？崔贼狡诈恶毒，贪污皇嗣，罪加一等。
然此案关系重大，牵涉12条性命，也关乎郡主清誉。朕命你协同秦王、翰林院侍讲沈清平彻查此案，以2为那12位姑娘讨还公道。可敢接？孙儿领旨，定不辱命。楚王那个混账，分明是趁机落井下石，想把脏水泼到阿欢身上。王爷、郡主，此事绝不简单。崔平只是个侍郎，为何要抓刚成年女子？又为何有郡主画像？那画像虽画工粗糙，却抓住了郡主神态。画师最近一定见过郡主，或看过她的画像。爹，沈先生，你们说的对，这画像是冲我来的。崔前背后有人指使，这案子从一开始就是想毁掉秦王府，毁掉我。12个姑娘，桃木牌、画像，这局布的又毒又深。我们得赶在对方销毁证据，或者推出下一个替罪羊之前，把真相挖出来。就是那条巷子最里面天门神的破屋，阿婆应该还在。你确定要进去？让爹去。您和沈世子目标太大，我和迎春装作讨水的人，你们在巷口等。阿婆，讨口水喝。阿婆，认得这个吗？你是发牌子的姑娘，还活着？是我。其他12个姑娘都没活下来吗？作孽呀！后来被不同贵人买走，不是好去处。有个脸上有疤的婆子来挑人，凶得很。那些贵人有什么特征？有没有人画我们的画像？不能说，要没命的！快走，就当没见过我。脸上有疤的婆子专买成年未嫁女子，还有画像，像是有特定目标。阿婆恐惧，说明对方势力大。明天再去，多带银子好好问问。昨晚起的火，就烧了这一家，喊救命没人应。灭火！我们找对方向了，他们才放火。这是宫内织造局专供皇室和勋贵的云鹤纹，民间不得私用。王爷、郡主，崔廷每隔2、3个月就通过京城10几家不同的药铺买大量药材，但崔府并无重病患者。这么多功用不同的药，倒像是欲盖弥彰。这倒像是前朝宫廷秘药红颜续命散，但此方阴毒，尤其是药方中的乳心丹，早在太祖年间就被禁止，方子也该焚毁了。乳心丹是什么？是年轻女子的心头血，集滋补，也易招惹邪秽。父王，这几味药搭配近乎虎狼。我核对过太医院药材录，再添几种药就是红颜续命散。传闻此方可延寿续命，甚至恢复青春。其实根本无稽之谈，就是那些贪生怕死的权贵想要续命的妄想。续命给谁？传言可用于延寿。红颜续命那是要吃人的。静安堂那位老太妃听说就是用了这个，可那些送去的小宫女再也没出来。静安堂是静安堂那位病故多年的陈老太妃，我好像听老宫人提过，她和这红颜续命散有关。若真牵连已过宫眷，甚至是宫闱隐秘，此案的水就深得可怕了，可能直达天庭，甚至动摇国本。我们还要继续查吗？查！老子管他什么太妃，敢用这么歹毒的法子害人，还把脏水往我闺女身上泼，就是天王老子也得把他揪出来。治国之道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父王，歇会儿吧，喝点参汤。等等，这段马上背完，弯弯绕绕的，还是打仗痛快。阿欢，你说爹能行吗？父王进步神速，沈夫子都夸您隐姓埋名去考，考好惊喜，考不好也没人知道。对，为父一鸣惊人。什么人？蝮蛇之眼，是警告还是标记？殿下，科举是您挽回声誉，在皇上和朝臣面前露脸的机会。妾身父亲已暗中打点2位有学识幕僚，明日进府讲学。本王一个皇孙，跟寒门争功名，化天下之大器。今时不同往日，东宫示威，秦王崛起，
皇上对秦王参加科举乐见其成，您若不争，便再无机会。哪怕中个举人，也证明东宫子弟并非无能。郡主，崔府案线索几乎全断，红颜续命散和静安堂卷宗。宫里说因走水一事大半，几个知情人不是疾病去世，就是出宫后意外身亡。我们碰到了一堵无形的墙，墙越厚，藏的东西越见不得光。先生，从药材源头查呢，乳心丹和雪山莲哪些药铺能提供大量上品？查了，通过好几道中间人，最后指向几家背景深厚的皇商，追不下去，对方很谨慎。苏静，怎么回事？是他，他往水壶撒药粉，尸体泄露，弟子7号。搜！大人，搜出药粉1包，还有写满字的纸片。大胆，携带禁药，夹带作弊！来人，拿下，革去功名，押送顺天府大牢候审。沈大人，出大事了！有学子举报作弊下毒，被抓的正是宋玉公子，已被押走。舞弊、下毒，父皇，崔府案有新证人小莲。证人小莲带到。当年那位小贵人，与郡主一模一样。郡主，这就是宋时欢。启禀陛下，贡院主考官求见。考生宋瑜好舌，搜出巴豆粉迷药及策论破题纲要，人赃并获，宋瑜已被收押。请父皇彻查秦王府。臣等复议。福安郡主禁足秦王府，秦王押宗人府。沈清平停职。王爷入狱，您被软禁，沈夫子停职，他们往死里逼我们。皇上会明察的。太子妃让交给您，身非有假，不是真的，小心处啊！郡主，这是申妃的。我听见她说，几天时机到了，要彻底了结秦王府。我惊动了花盆，他们灭口。申妃取血不成，嫁入东宫不甘，掌控平王府，借祭天翻盘，目标定是皇祖父或父王。申妃有意，目标祭天，速查。明日递给曲山太监，务必小心。听闻郡主受惊，本宫特来探望。娘娘，奴婢做错了什么？伺候不周，带下去好好学规矩。我的婢女我自会管教。郡主年纪尚轻，本宫协理6宫，该整顿规矩。这2位是宫里经验老道的嬷嬷，留下贴身伺候。你就在这好好住着，
哪儿也不许去。站住！拿来给本宫瞧瞧。仔细查验。是。郡主莫怕，有本宫在，定不叫宵小惊扰你。这2个嬷嬷会寸步不离伺候你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申妃有意祭天。这纸条从何而来？回先生，是从石河传递时截查出来的，发现时已经被人扔进灶堂，只抢出这一小片。郡主那边情况如何？申妃的人已经把秦王府严加把守，里外消息彻底送不进去，也传不出来。立刻去查申妃与平王府近日所有动向，重点盯紧祭天大典相关事宜。先生，申妃近日深居简出，平王府更是闭门谢客。之前与他们接触过的旧人，要么被突然调走，要么已经暴病身亡。杀人灭口，好快的手脚。阿欢被毒妇控制。刘喜，备马，本王要立刻回京。王爷不可，现实就在3日后，此时回京会打草惊蛇，陷郡主于更险境地。加派人手，用最隐秘的渠道，不惜代价把京城消息传过来，保护好沈清平。郡主是聪明人，当知这世上女子生存不易，选对依靠比徒有妇女虚名更重要。秦王鞭长莫及，而本宫就在这宫里。妹妹，你说是不是？哼，我只信父王。大人，您受伤了。这纹路和萧家谋逆案缴获的残刃有7分相似。萧家背后另有主使。他袭击我，说明我查对了，立刻回府加强戒备，查这刀的来历。诸位大人，请回吧。皇上旧疾复发，头疾发作的厉害，需绝对静养，暂罢朝会3日。娘娘，皇上吩咐不得打扰。本宫知晓，就在外间候着，若父皇需要，也能及时伺候。火，好多火！别过来！父王，父王，这么烫，快去禀报申妃娘娘，请太医。京剧交加，外感风寒，引动内热，需服清心却热方子。靠您了。阿欢，父王信你，你也要相信父王。连夜悄悄送去沈清平沈大人府上，亲自交到他手里，万不可经第2人之手。快去！动用所有隐蔽线，秘密排查祭坛工匠物料，重点查火药丝防火硝粉去向，同时查接近祭坛人员与平王府身家关联。是。郡主今日还是没怎么说话，药倒是都喝了。这丫头反常的紧，不像装的。加派人手盯着她，但凡有异动，立刻报我。把迎春那丫头给我关好了，嘴巴严实点，
别让他坏了事。这里就好，烧干净了，谁也别想查到。这玉佩放在街头的老地方，自有人会取。是，夫人。哟，官爷，您轻点摸，小的怕痒。哼，多谢官爷，回头请您喝酒啊。得嘞，该办正事了。皇祖父平安，父王顺利，沈大人拜托。拿下！死士，好狠的手段！大人，没气儿了，查不到身份。陛下登坛。入魂决绝！陛下受惊了。逆贼，格杀勿论！拿下！杀！珍妃娘娘，皇上召见。陛下，逆贼已擒。审。说，谁主使？目标？狗皇帝！我等前朝襄王义士，今日杀昏君，清君侧，要杀便杀！襄王余孽，30年前已伏诛。尔等如何潜入京城？如何得知今日布防？宫中可有内应？自有忠义之士相助，位分高着呢。此物搜出是申妃标记。不，诬陷！我从未见过此物。平王府宋延征、薛公明圈禁。传旨，解除秦王府禁制，迎福安郡主入宫。再传永安县，告诉秦王那个混账，给朕好好考，考不出个名堂，看朕怎么收拾他。老奴遵旨。皇祖父，您可安好？朕没事。过来，申氏及其同党，朕已处置了。沈清平升了礼部侍郎，迎春已送回秦王府。孙女谢皇祖父恩典。倒数第一，也算上榜。捷报！平王府大皇孙宋延征中顺天解元。解元，好大的威风！本王当年在京城斗蛐蛐也是头名，
阿欢还等着本王一个解元嘚瑟什么？谁？郭公子，叶师爷所托给您的信。师爷说榜上名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批语。策论见识超绝，有以励志民生篇有经世之才雏形，但字迹欠工，经义基础浮阔，故至榜末以利其心。汝之实务见识，乃大才之基，左短方为全才，不负女儿，不负本心。王冕是镜子，照出我的不足。当年沈清平骂本王提笔如扛锄，本王还踹了他一脚。如今倒好，一脚踹回自己脸上了。叶师爷放父王榜末是爱护，补上短板才能成全才。父王策论见识卓绝，此乃根本，经义字迹皆可打磨。女儿信父王必能后来居上，静候佳音。启禀皇上，秦王殿下现世名列榜末，民间有些议论。知耻而后勇，朕的儿子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。吴奇，去把朕那方设宴和那套胡笔给秦王送去，告诉他，朕等着他考好名次。奴才遵旨。公子，外头有生面孔在打听你，是不是京城里那位派来的？生面孔，京城口音。老子当年在京城惹的仇家，能绕着城墙排3圈，可偏偏这时候来。先不走，兵来挡，还请您继续留意，是宋延征的人，还是其他事呢？师爷，学生暗中查访，分化刘书立心腹，套出真账本藏处。混账！朗朗乾坤，竟有如此草菅人命之事！你不仅有侠义之心，更有谋略手段，此事我管定了。郭峰能查案申冤，扳倒乡绅，不像普通书生。这个名字似乎在哪儿听过。去查所有与郭峰有关联的京城人士，尤其是秦王府那边。是。你过来，仔细搜。搜呗。学生就带了1支笔、1块墨、2个饼，饼里没藏纸条，您掰开看。大人，要不要再搜搜学生靴筒？里头就1双脚，没藏小抄。放榜，府试放榜，郭峰按手。按手，这滋味比当年在流云亭连赢3局牌还痛快。这会儿阿欢该知道了。郭峰，你府试文章根基渐厚，见识不凡，尤其民生策论有10句，望你再接再厉。学生谨记师爷教诲。郭峰，就是那个从榜尾中到按手的，夸的本王都不好意思了。不过，比当年在京城被人骂扶不起的阿斗强。府试按手是郭峰，一个永安县书生，竟能压过府城才子。给我继续查。是。哈哈哈，好，叶世杰能点他按手，比上贺表都强。王爷体察民情，学问与时结合。告诉玉儿，府试院试完了就回京，朕等着他殿试。是。中游就中游，当年学斗鸡，老子还连输了2个月呢，后来不也成了京城一霸？怕什么？你之才学信性，远非寻常秀才可比。此去京城，望不忘为民请命之心。学生铭记。父王。
这么冷的天，怎么站在外面？冻坏了怎么办？女儿算着时辰，知道您今日该到了。走，回家。父王给你带了好东西。这是永安县的米糕，软糯香甜。这是山里采的野蜂蜜。父王，您出去一趟，倒像变了个人。以前是父王糊涂，在永安县看了民生疾苦，才知道一粥一饭、一针一线都来之不易。父王从未亏待过我，现在的父王更好，女儿为您骄傲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儿臣离家数月，让父皇挂心了。黑了瘦了，但这精气神足。好，跟朕好好说说永安县一行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。从初到永安县的见闻、县事的反思、叶世杰的批语，到深入市井了解民情，暗中调查郭峰亡妻案，为民伸冤。好啊，父皇，儿臣最大的感触是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坐在京城高堂看再多奏报，也不如亲身去田间地头、市井街巷走一走，听一听百姓的苦乐。玉儿，你长大了，朕心甚慰。好好准备殿试，让天下人都看看，朕选的继承人文才武德，皆是上上之选。儿臣定不负父皇期望。殿试，殿试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殿下，您的才学是公认的，解元之才，殿试上定能大放异彩。不，还不够，我要万无一失。去，把收集到的关于郭峰的所有疑点，还有秦王府近日动向，巧妙散出去。殿试之前，我要给宋玉找点麻烦。父王，女儿等您，等您金榜题名，王者归来。等父王回来。时辰到，众共事入宫觐见。今日试题内容为边防、漕运、吏治、民生。此卷文采斐然，立意高远，结构严谨，深得志意精髓，当为翘楚。尤其是对边防的论述，引经据典，颇有古名臣之风。不然，臣更欣赏此卷。此文不尚虚言，字字漕运弊端，民生困苦，剖析边辟入所提对策皆可落地施行。所提对策皆可落地施行，非深谙实务者不能为。治国安邦，需的正是此等务实之才。文采啊，建业落地。诸位爱卿，可知这2份试卷分别出自何人之手？回陛下，这2份试卷皆出自一人之手，是。然治国安邦需的是能落地解民困的方略。朕要的状元不是只会做文章的学士，更是能安天下、富百姓的。大齐元佑24年，甲辰科殿试，第1甲第1名，状元秦王宋玉。玉儿，接官。好，朕心甚慰，这天下交给你，朕放心了。儿臣定不负所托。第1甲第2名，榜眼，平王府宋延征。秦王千岁，状元王爷，状元王爷，天下真乃文
文曲星下凡，我辈凯伯。宋玉，你仗势欺人，这状元定是你舞弊得来，我不服！皇祖父偏心，满朝文武都是瞎子，我不服！你不服？可以，殿试所有试卷，包括本王的，都已用朱笔逆录，封存在文渊阁。你随时能请旨调阅，请天下大儒公开品评，也能奏请父皇重开殿试，你我再比一场。宋延征，你敢吗？心术不正，妒贤技能，不堪造教。殿前失仪，污蔑亲王，罪加一等。传旨，夺宋延征榜野功名，削其宗室子弟一切恩赏。即日起，禁足在平王府。平王府一命用度，按末等宗室供给。福安郡主宋时欢上前听旨。郡主聪慧明理，屡献良策，于国有功，于家有效，特进封为镇国福安长公主，为同亲王，享双倍食邑，赐辅国金印，可随时入宫参议朝政。臣女谢皇祖父隆恩，定当克己辅国，不负圣望。朕今日召你们来，是有一件大事要定。朕老了，这些年殚精竭虑，如今精力越发不济。你文成武德，深得军心民心，又高中状元，正是众望所归。朕决定禅位于你。父皇不可，您春秋鼎盛，儿臣朕意已决，这江山迟早要交到你手上。如今时机正好，你威望正浓，朕也能安心退下来，想想轻浮，含饴弄孙。难道你不想让朕过几天松快日子？父王，皇祖父所言极是，您应以国事为重，以天下苍生为念。女儿相信，在您的治理下，大齐定能开创盛世。女儿也会全力辅佐您。儿臣遵旨，定不负父皇所托，不负天下所望。今日传位于皇长子秦王宋玉，望如克勤克俭，励精图治，护我大齐江山永固，保我黎民安康富足。儿臣领旨谢恩，必当夙夜非懈，不敢有负。万岁！朕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陛下，平王府递来消息，宋延征已于昨夜呕血不止，药石罔治，误了。知道了，按末等宗室礼制，低调安葬。前尘已了，旧梦随风。你于过去的不该是我，宋时欢。此生你为守护而生，为这盛世而活。姐姐，姐姐，阿欢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以前都是申妃逼我的，大哥也嫌弃我，我只是想被父王、皇祖父喜欢。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父王死了，大哥也死了，申妃也死了。我不恨你，但我也不原谅你。你的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如今结局也是你自己走出来的。我的路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自逃出看守之地，惊扰长公主！陛下饶命，民女再也不敢了。来人，将此疯妇拖下去，严加看管，非死不得出。报应！
往事已矣，各自安好，保重自身，勿念勿寻。愿大齐家家团圆，户户康宁。愿每个看剧的小伙伴也都有月饼，有团圆，有笑声，有盼头。